大家好，我们是他们的进入你的世界。大家好。今天又要来做 MA 点 K 系列。对，这一盒是那个，先躲这盒。这个是 MK44，机甲系列的，人形机甲系列，人形机甲系列的，重装备的。对，它的背后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2种不同的颜色。对，它有不同的颜色。对，有迷彩的跟红色的。这个里面是有内购。这组的特色是它有内购，全内购可以打开的。对。好，那我们就来开箱。我们现在开箱一下。这个就是韩山龙老师他们2015年的一个作品，这里。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就是包这个，还有包人形的，然后会带给大家看一下。好，一样还是会有一个这个水贴，蛮漂亮的。那过来就是横山红系列的这个MA 点 K 的特色，它都会有一个像活页纸的东西，有没有？给你看颜色用。它就可以让你用，它就是让你要 collection 用的，然后收集起来当做一本那个设定集这样。然后你做越多，最后就对，然后还有不同的颜色的一个参考。对 ，OK。你上次那个人形是另外买，然后它这次是直接附在里面。都是对，它这次附在里面都是Kawasaki的模型。对，然后这组的模型，你仔细看，他们人偶都比较偏军事风。对，它有些穿一些战斗背心之类的，然后也是有那个有那种安全帽跟那种带上那个探测器的模式，可以让你做选择。对。我看其实小小一只零件也不少。这是1:20。然后我们看它的。还有做它那个机甲的那个在架子上内购，对，架子上内购的一个那个萤幕，然后内购其实真的蛮多的，连它脚底板都有做。对啊，蛮复杂。这组你看它内购里面的椅子做的这组还蛮推荐入手的。我去，它有附一个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般我们不都用那个所谓的那种弹簧，它这个是软管，它不是那种塑胶很硬，它是比较软一点的软管。对，而且做的还不错哦。这个很漂亮啊，这个只要单纯上个颜色，拿在字洗一下，就会很有那种软管那个防旧的感觉。看一下，密合度还不错的。密合度还不错，但是这还是需要用胶水去做凝这个我们会做这个部分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会做，就是基本的一边那个军武会做铆钉那种结合风，让它更有用。我上次有看一个前辈用拉丝，拉丝再用那个拉丝是一个蛮传统的。他说拉丝拉完之后再用什么？用那个火夯紧，然后就融化成。对，它就是用拉丝放进去之后，然后它会用火稍微烤一下之后。稍微用一些圆形棒稍微压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球。这个方法其实还蛮传统，而且还蛮考验技术的。所以现在要开始无缝了。对，我们打磨完了，这个地方它其实做的蛮好的，几乎不用什么无缝。那我们就直接点胶水。如果说你今天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像这个已经事先我们先弄好，可是还没有做完无缝的地方，这个东西比较大片的，我们就会推荐用这种所谓的白罐的模型的胶水，它比较稠，那侵蚀塑胶能力比较强，所以你在做溢胶的这个操作的时候会比较便利，这是大面积都可以用。对，涂抹的时候要小心，按压的时候轻轻按压就好，不要让它溢胶出来太多，不然可能模型会有偏位的情况。它不是有个蓝罐更快干？蓝罐不一样。蓝罐的话，它属于是你可以看到蓝罐就是专门在用 ABS 材质。它跟我们这个一般的材质不太一样。好，除非你有特殊需求磨到1000号、3000号之类。如果没有的话，一般表面大概磨到1000号就可以了。你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就做，等一下把喷完底漆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做好无缝。对。OK， 那我们零件大部分都 OK， 就可以开始加注。对，没错。好，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一盒可能有些人没看过那个这一盒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里面的内构是很漂亮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组上，你看这个地方拿掉，我们已经把它组上。你看它内构里面的引擎啊，或者是你看油压管，这边做的很漂亮。对，所以如果喜欢这个模型呢，可以参考一下。然后你看它这个直接上去就好。这个可以方便你做分件的动作。上色的时候分件。对，上件的时候。对，而且它另外一边，这个是它驾驶舱坐的地方嘛，它另外一边跟这个合在一起的，像这样子，你也可以看到它后面这个地方，其实它做的蛮精细的。这个就是它人偶坐进去，手套插进去的地方，人类可以去调控这个机器的一个地方。对，其实做的还蛮精细的。那它里面有一个面罩，它的背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罩是长这样子合下去的，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看的话，你看面罩这里面对这个会有整个驾驶舱的那个仪表板啊、控制面板、电脑对控制面板的，这样做的蛮精细的。对。那这组的特色就是跟很多以往的 MA.K 的这种所谓的类人型的机甲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组里面是有内构。这组就是要让你做内构打开给大家看，对，里面长什么样子。好，那这个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看到这 MA.K 的那个内构的部分，跟它的这一支无人机的驾驶员的部分。那这个你看它这个整个形态跟它上面的水管的一些结构，还有看到背包后面这个很像燃料槽的结构，其实它原本设定是在太空的一个泛用机，那我想把它改成水用型的机体。所以这个地方还会做一些轻微改造，然后刚好它的系统其实蛮适合做跟水景相关的东西。对，所以我们这个会做成水的场景。对，但对，会跟水元素有关系。MA.K 我们要做场景的东西，对，那我们会结合不同的一个模型来做它场景的塑造。那今天找这一款呢，就是刚好前阵子有发售的，它就是一个坦克车的一个吊臂的，微射的吊臂。它1:30，我觉得蛮合的，蛮合乎我的主题，所以我要拿来做场景的部分。OK， 大家看一下。这一组是蛮有趣的，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说明书丢掉。你看，这个就是重点是这个吊臂，它这边就是一体成型的，然后你不用粘，其实还蛮不错的，这个膜看起来很棒，所以我们等一下稍微就是简单的制作，稍微部分给大家看。这是它吊臂的部分。这样一组要多少钱？这个一组我也忘记价格，可能差不多1000左右吧。对，那还有钢索，它还有这个所谓的钢索啦，还有铁链两条，你可以让你自己去做制作的部分。不错。制作的场景用了个比较多其他额外的套件。对，然后这是那个 JoyToys 的那个暗源系列的，他们做的一款情境的一个模型。对，然后这个是所谓的瞭望台的部分。OK， 这里面它就是有这个底架。它颜色帮你涂好了，对，它颜色帮我涂好，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还是会重新再上色。好，那这次我想要做个吊臂的，刚刚你那个零件就可以拿来，对，所以你想要放在这里，然后看着它的机体吊起来，要洗压给一下，还是会再重新处理一下。对，然后它那个整个场景的塑造感很好，不管是你的人物如果放在这里也是蛮漂亮的。对。所以你就在旁边开一个这个洞。对啊，因为我想要加入新的元素，做一个卡榫比较好插入的卡榫，所以就简单开一个洞，然后再把它磨平。
那桌上这个索克的手是你要把它装上去的，是不是？对，这个索克的手就是相信你们之前也有看过我做的一个竖体的。对。那我是觉得它应该还要多一个辅助手。对。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样子是只有这样的手而已。对。那我觉得它过于单调，我想要让它多加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因为前面这个手比较小嘛，它可能比较能够做一些细部，但是如果拿比较大的货物或者是物品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呢，我就把那个观念动到索克的爪子身上，这就是索克的爪子。对。然后呢，我们把它扩孔，用一个最简单的。所以你刚刚钻的那个洞就是这个。对。那这个地方扩完孔就可以放进去，然后你可以做一个管路管。装合这个手背感觉蛮壮硕的。这样会比较有画面跟功能性一点。前面小手就做一些采集啊，或者是比较细致。外面就是一些需要大量的抓举的时候，后面就可以用得到。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做到的阶段就是MA 点跟我想要开始做那个铸造的效果。那其实每一个人铸造方法都不一样。那基本上我们这些准备就是补土。这种补土就是比较粘稠一点的补土会比较好操作。那另外一个是那个绿罐的胶水跟白罐的胶水。那等一下会跟大家示范一下。那大概讲一下绿罐的差别，就在于它里面没有树脂，所以它流动性高，所以你做出来的那种侵蚀的效果会比较少，也比较好掌握。但是白罐的胶水它里面有树脂，所以它会比较溶的塑胶的那个塑胶可溶的范围会很大，所以其实不太好操作，但是它也是比较容易去破坏塑胶的一个方法。对啊，它干的速度会比较慢。好像这样的话，这个光滑的地方，你要先做的时候，一定是先用胶水去做侵蚀的做法，做出类似像那种斑锈或者是那个侵蚀那个金属侵蚀的样子。你没有办法先用补土那样，这样的话你补土上去再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先大概示范一下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操作的。大概像这样，然后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地方，你觉得边缘这个地方你想要有一点破损，你就滴上去。范围跟款式你可以去参考一些旧化的东西我们大概稍微这样点一下。点一下之后，你可以在这里看得出来，就是这边开始会慢慢有点干。你可以让它这样子然后大家等个2-3秒之后，你可以去拿笔刷或者是这种比较粗一点的毛的牙刷，你可以去刷它。那刷的方向就是像我是往下刷，我用点的都 OK。我们主要让它有那种铸造感，或者是剥落感所以你看像这样，它就会有一种像这样的剥落感。那我现在看另外一个，我大概做的差不多，给大家看。它做出来的感觉地方都可以做旧化，它就会有那个真的剥落的感觉，会有那个高低差。常见的如果去做那个补土，那首先你要准备一支笔，像这种浓稠度差不多像这样就 OK 了那如果说你觉得不够有太稀的话，你可以拿出来了，等它挥发完之后再来用。我们也是要拿这一块，你可以大力的去沾它没有关系。那这种方法你可以2个方法2合1去做，那当然效果会更好。像这样有没有？像这样去点，效果的那个粗糙感就出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那这个到底要点在哪个位置是有粗糙感，就要靠你们自己平常时去观察一些食物的旧化的差别。像这样子，这样子你会看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未来要做重旧化，这样有剥落的感觉。好，那我们把这块快速的给它做。基本上我是用点的啦。那这个方法有好处是你可以慢慢堆叠少量多餐不要做到爆掉，做到你满意为止。如果发现说怎么办？我今天做爆了怎么办？很简单，如果你今天是用补土的，那你就用溶剂把它弄掉就好。如果今天你底下是弄这种所谓的这种胶水的，那你基本上来讲，你就只能用砂纸把它磨掉。你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发现你可以这样做完之后，如果觉得我想要重旧化，那我觉得它太多边缘有一些颗粒我不要了，我可以用600号到800号砂纸磨平，
它就有这种效果。好，那我再做这一块给大家看。用拍的，用搓的，用点，那个效果才会出来。它有一些你可以不用特别去点它，像这我就留，它就会有一些高低差这样子。好，那你就选择一个你觉得操作起来你喜欢的效果就可以。大概像这样。那你如果干了之后，你想要去磨它，把它磨平，哪一些地方你觉得不应该粗糙，再来做操作就好。煮，直接从煮开始。所以你后来把它解构成跟原本完全不一样。对啊，因为后来发现那个结构不是我很想要的这个结构，而且会喧宾夺主。所以你就把场景变小。对，我就把场景变小一点。好，那接下来就是制作人偶的部分。那我有大概去把它做一个清洗的动作了。好，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在它连接处上一些补土了，所以现在就把它剃干净就可以了。那用的是也是用那个陶瓷刀，用刮的部分。调一下位置，这一组是还不错的，但是有时候太细致哈，你需要花的时间比较长。对，这是原本是坦克车的吊臂，我要把它改成那个我可以用的这种所谓的那个军舰上面场景的零件这样子。这个先合着，等我上色再把它拧死。这个很好了之后抓个位置出来。你看那个零件小到一个不行啊。管路。可以看到里面它其实是非常的细致的，还有那个里面还有齿轮，齿轮都做好，这组还不错。对，但是做起来可是它那个很可惜，它现在里面做那么精细，它就你盖子跟那个什么。对啊，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要盖，要不然你就把盖子弄破破的破旧，然后这个要看你怎么做选择的。这样你也可以搓不同的那个颗粒的质感去搓它的。有我看到那个刷刷的那个，对啊，那种刷刷那种感觉。然后那种刷刷基本上来讲，你不用怕说，我这个东西不可能一次就把它刷到位了，你一定就是慢慢搓，然后搓到你觉得 OK 为止。就像这种掉漆的做法呢，它又是另外一种了。有机会再教这种就是那种比较像铸造感比较重，它已经有把漆膜侵蚀掉那种感觉。对，这是另外一种做法。对，除了原本铸造感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些像是比如说像这个模子脱落那种感觉，你也是可以在边缘稍微给它加粗一点点。就像我们以前那个高装剪这样，对，生锈的重新上漆就变成。你可以给它像这样嘛，是吧？有这样粗粗的。有看到了，就那种感觉。所以你刚刚像我们刚刚这样子的，差不多就可以稍微再给它，你看像这样就粗粗的嘛。粗粗的时候要小心，就是你可能会有毛，你尽量把毛拿掉。你说那个笔的毛，笔会有毛你会有那个毛屑那样。你看像这样，你就大力给它搓它，有没有？它就有铸造感粗粗的。对，铸造感。可这个是不是算是比例比较小的模型用才合理比例太大的好像就太大的话，你基本上就可能你需要加一些，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一些粉末或砂纸，让它增强它的那个颗粒感。因为这个是这一只是比较小的模型。对。好，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维修的场景。那所以现在我们就在做甲组的一个动作。
OK， 好，目前大部分的东西都做完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维修场景，然后大概转给大家看一下。对，那未来大家做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做类似像这一种的，就是它会有一个镂空的结构，让它看到里面的内构，那这样也是可以做一个故事性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那个仪表板啊，跟它维修的技师跟驾驶员，还有一些能量槽啊，跟它的吊臂这样子。那未来这边就会吊臂去吊一些锁链，让它撑起来，有一种那个重量感。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进到直接上补土上色的阶段。加点紫薄薄的因为我这次上的是海军蓝所以你的紫色不能太过于实色，你可以稀释薄一点，然后边缘有一点那现在就是我们地台跟机器人先做一个基础的上色跟打稿了。对，那我们现在就是采用的是所谓的军蓝色为基底，然后用一些红色啊跟白色去做点缀。这个转环是去哪里弄的？这转环是那个其实是就是那个军武的那个战车。上面会有一个小零件，你就把它粘到上面，对，然后给它找一下，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因为这支其实比较特殊，是有内构，对，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去玩内构的东西。那现在就是先打一个底，然后用那个笔图去做一个上色的图。这里的话我就做一个，比如像是能量槽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水管路，对，它会有一些废水会排出来。这原本是什么？原本其实只是一个 M&M 巧克力的那个桶子。巧克力的桶子。对。对，保留它的结构之外，原本它这两个只是两个舱盖而已。对，我把它拿了挖掉，也是挖掉，然后拿其他那种军事的零件去做调里面其实有个能量槽的。最底下。对，有个大型的能量槽，这个地方之后还会做一些旧化，去买那个军事的那个拟真的旧化液，看你要颜色。这是不是也不用全部洗？就是洗，你觉得它会脏吗？对，没错。这个都是先洗完之后，你觉得这个地方还要再洗，再继续弄。那如果没有要洗，就是它就是可以重复一直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刷上去之后，这个东西我们是做可拆卸式，这样比较好救。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救完觉得有点不好看还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就擦掉。好像这样你可以再推，有没有？因为现在还没有干嘛，所以你可以推。你没有一定要等它干再去把它擦掉，可以像这样，随机一点去推它。比较深入。对，因为它刚才是用刷上去的，所以你到后来一定要点掉，不然真的很像刻意刷上去。这是对比的那个技巧，像这样子。然后旧化也是有些地方能做，有些地方不要旧太多，就是拍的才会像是好像粘在上面，可是好像真的是跟它一体的。如果你没有拍，就好像画上去。
直接把它乱塑化。对。啊，你像这样子，你如果觉得很脏不对的方向不对，你就直接拍掉，然后下次再去加那个。就最好买这个汽车的那个海绵。汽车用海绵。对，汽车用海绵，就稍微这样沾一点点，沾一点点，然后稍微这样。好，不用就是不要太死，就这样。在你的要的角度，合理的角度去拍它，去拍它，去拍它。那像这个通常都是边缘地方的，生锈的地方去拍它。那比较大量生锈，像这里我们就大力压，这是我们压的过程。通常我们都会先从边缘开始压啦，等生锈慢慢生锈进去。如果你觉得不够，自己再加进。这样就会很有感觉。对。好，那小可终于把这个成品做完了。那他这次呢，很幸运的就是有得到那个微杯入围，然后还有得到那个科幻杯的那个特别赏。对，那我们因为他这个是在过程中因为有很多细节，那没有办法一一记录。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请小可来解释一下他这些作品制作的东西一些细节。对，因为这个还是蛮有趣的了。对，我们先问一下这个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个喇叭是怎样？这个喇叭是之前有一些那个模型啊，或者是小零件，对。所以你很多东西都是你从别的模型，然后还有你以前收集的一些沙漏去抓下来。对，然后去跟胶板相互的去拼装，然后使用这样子。这个内购的话是这一支是 MA.K 的那个 MK44，它本来就有内购。那我都在把内购那些颜色再特别用不同的颜色去做强调，这样子。对，把一些油箱啊、气缸啊做出来。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场景的部分，我塑造主要就是用一个类似像是那个海上油井的一个概念，它可以在一个海上的维修站这样子。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白色就是驾驶员啊。旁边是他的维修师，然后维修师脸很臭这样子。那像这个怎么来的？这个零件这个零件的话，基本上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外壳是用3D 外壳是用那个胶板拼装的，然后里面的东西它有局部是用3D 列印的，有些是用胶板。所以3D 列印你也是上网去找那些模型的？对，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家印失败的3D 列印，然后它可能有一些车子的结构。像这个是一个卡车的一个部分结构。这个是卡车的部分结构。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管路是一些卡车部分，它在翻过来的时候比较里面的结构，我把它拿出来做成一个类似像是仪表板的结构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地上还会有一些补给品啊，比如像是弹药啊，或者是一些工具箱，甚至还有威士忌我有放在里面。这个怎么来的啊？这个就是早期有一款那个，它早期那个有在卖那个美国他们那边早期的加油站有一种模型，对，现在可能比较难找到，然后我们就拿来做拼装，就把它拼成可以用的样子。然后那个线再自己用那个胶条去拉丝，拉丝出来，对，呈现的是主要一个海上一个暂时的维修站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会有一些像海鸥之类的东西，就是海边才会有海鸥嘛，就是海上才会有海鸥，所以就是强调这是一个在海上的一个情景的概念。那像你这个比较锈蚀感，这个质感是怎么做的？这个锈蚀感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是用画的。对，用拍的，是那种我们是用那个，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要的颜色做好，然后做好之后呢，我们再用那个亚克力颜料，用那个磨豆亚克力颜料去拍，用消光的亚克力颜料拿那个海绵去拍，拍完之后你再拍你其他要的颜色。这次的做法跟以往不一样，然后拍完之后再拿去水洗这样子。这个我知道，这个铁链是不是你买这一款？工程吊臂的这个模型，对，它工程吊臂本身有附的铁链，对不对？对。然后我自己拿来做，因为它比例都是一样，都是1:1。那上面那些吊漆都是一般的比较正常的做法，用画的啦，或者是这次没有用所谓的那种什么吊眼法的吊漆，主要是用画的、用拍的这样子。你用银角，然后它喷下来就这么亮了。对，很亮嘛。因为这种管路的东西本来一开始都是新的，那用久了一定会有生锈嘛。所以那个锈的上面是用那个海绵跟
比用水性的那个磨豆亚克力颜料去拍出来的。这个除了用 AV 原本用画之外，也有部分有用到所谓的那个氧化铁的那个是不是最近网络上很出名的那个？对，那个比特漆出的那个？对，比特出的，那它那个漆就是用氧化铁的效应去做作用，所以它其实跟真实的铁锈是一样。就有点北宋的脸。对，这次其实做完之后才发现，其实他还是主角。他有一点北宋的说：“请问我是维修师，你哪里还有问题吗？”有种遇到 OK 的感觉。然后你这个架子也是有点就是北宋的脸。对，因为在质问那个嘛，质问那个维修师，你哪里有没有做好这样。旁边那些管路基本上都是实心的，好，都可以凹。那为什么要管路？除了因为要模拟那种在加油的状况之外，它也可以当做你的支架。所以那些管路也是支架，它也是场景。它也是支架的，它是除了场景之外，它也是支架，你可以整只很稳，拿的时候不会有问题。等于是3个点都有把它 hold 顶住这样。对啊，因为我们这次这个作品就是小可他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来不及记录了。对。但是因为非常多的细节，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啊，那希望可以大家有什么有兴趣的，对，有什么兴趣的话可以敲碗，然后请小可拍给我们看这样子。对啊，或者是大家对什么工具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请我们其他的同仁拍给大家看。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那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我们是探路者，进入你的世界，拜拜，拜拜。